汝南王妃，是我使了些下作的手段，但我太想见你了。自从上次一别已经整整10日，为何你还不将我们送回北仓？今日平城忙得很，白日里我要监督开采煤矿，如今又到了丰收的季节，那么多士兵总不能白吃白喝，我让他们掰玉米、挖红薯，丰收完毕，将田开垦了，种植新作物后，再送你们回去。你还要让我的士兵给你干活？不干活，我哪有那么多粮食白养着他们？过个几日吧，5日后让你们回去。5日后丰收的差不多了，农田也会被重新开垦，他的计划也该悄悄提上日程。行了，你也见到我了，还有什么想问的，一次性问清楚吧。北仓有没有消息传来？他有没有？没有，别沮丧着一张脸，区一个男人而已，为他伤心不值得。前后路我都为你扫平了，说你在恋爱坏了我的好事，即便你到了北仓，我也会派人杀了你。希望你水泥封心，回去后将北仓搅得天翻地覆，万不可再自负了。水泥封心，我就不敢奢望男人的那丝情谊，若深陷下去，自己只会万劫不复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水泥封心，回去将那北仓搅得天翻地覆。作为回报，周景色心情颇好地提了一嘴，明年6月底，蜀地会发生特大地动，死伤无数，希望你提前做好准备，尽量避免这场灾难。知道了，多谢。周景色率领5万大军回北仓之前，特意披上了那身铠甲，若不是真的了解他，沈乔差点被这身英姿飒爽的气质折服。北仓太子妃心系百姓，与本王妃达成协议，以神女之名向上天祈福，保佑天下百姓平安康健，愿天下再无战争。果然啊，自从北仓太子妃来了平城，平城焕然一新，处处盎然生机，如今更是解决了民众的饥饱问题，感谢神女的祈福。这些话是沈乔说给5万俘虏听的，当然这些话都是周景色教他的。周景色不想狼狈回国，仍然利用了自己神女之名，他拜托沈乔说了这一番话，为的就是让北仓后悔放弃了他。出发！如潮水般黑压压的士兵紧随其后，场面颇为壮观。护送的平城士兵手持14发连弩，各副将领们手持改良版火铳，齐刷刷朝天空放了几枪，吓得周景色的5万士兵抱头蹲下。为何要朝天放枪？这是欢送的最高礼仪，是对您的尊重。人家那是欢送礼仪，你们怕什么怕？别以为他不知道沈乔打的什么主意，临走之前还要给他个下马威。瞧这群士兵被他们驯化成什么样了！听到天空一声炸响，立马吓得抱头蹲下。就算他有杀回来的心思，这群懦夫们也没那个胆子。士兵们畏畏缩缩的起身，赶紧跟上周景色的马蹄。实在怪不得他们呀，做俘虏的这2月，他们接受身心的摧残，血气方刚已被磨损，身上那股子气势也被洗得一干二净。第1批、第2批开采的煤矿足够锦城平城用5-6年，余下的卖钱，有粮有兵还得有钱。远在北仓的周景色的2成利润还得给，也不知他在北仓过得如何了。沈乔想去北仓看看，马不停蹄地找张玉商量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张玉严词拒绝。两国刚刚结束战争，虽说签订了友好协议，但架不住北仓人阴险，万一沈乔出了什么事，他1万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放心，我不会有危险的。沈乔想的是他有空间在手，能打能斗，遇到危险就躲进空间，谁能找到他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这样啊，可是我家相公来信了，他说锦城平安无事，张铁兰要来平城寻我。我想着张铁兰若是来了平城，我一定会让他把你休了，所以和离书你签与不签无所谓。你，王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老夫怎敢拦着？张玉没好气道。张铁兰又是送衣裳又是送和离书，一轻一纵，明显不想合理。他也正有此意，但架不住沈乔撺的呀。秋高气爽，北仓同样遍地金黄。太师府中一处偏僻的小院内，2个身强体壮的奴仆拖着衣衫褴褛的女子往墙角走去，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着。嘿，下作玩意儿，竟然敢在夫人面前撒野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还敢作威作福。就是，以为那个上不到台面的庶女做了太子妃，就想压夫人一头。瞧瞧，善恶终有报，现在轮到她了吧？虽然年纪大了，但姿色还不错。夫人说要发卖，不如发卖的暗娼馆。这个主意不错。嘿嘿，周景色如今自身难保，
哪里还顾得了自己的姨娘啊？卖之前不如我先。你们别过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女儿是太子妃，她知道一定会杀了你们。一个下贱胚子，竟然敢不放过我！你还以为你是从前的平夫人？太师府的大门被踹开，周锦瑟带领一队人马冲了进来，双目凌厉，朝南仆就是一脚。大胆！救我！然后两眼一翻，晕倒过去。娘，快找大夫！话音刚落，大夫人带着一群奴仆围了过来，满目讥笑。哟，这是谁回来了？大夫人乃太师正妻，周锦瑟被俘虏期间，她的女儿成为了太子侧妃。看到周锦瑟母女，大夫人恨得牙痒痒。哼，一个被俘的庶女，名声有污。来人呐，将他们母女抓起来！我看谁敢！我乃皇帝陛下亲夫太子妃，尔胆敢以下犯上？太子妃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太子殿下已向陛下请旨休了你，理由是你不顾众将领阻拦，一意孤行偷袭汝南王的军队，被俘后名声有污，德不配位，不堪为太子妃，还不快抓起来！愣着干什么？咱家还在这儿呢，太师夫人莫不是不将陛下放在眼里？大夫人一愣，这才注意到面白无须的侍者，不就是陛下身边的福瑞公公吗？福瑞公公，是哪阵风把您吹来了？哎呦，瞧妾身这双眼睛，只顾着处理家事，忘了公公还站着呢。快来人呐，给公公上座。不用了，咱家奉陛下之命，随太子妃两个字还未说出口，猛然想到这位主下被太子殿下休了，立马改口道：随神女大人来接平夫人。即便被休了又如何？战败了，做了俘虏又如何？就在刚刚，人家以梦境提出多查尔忽有盐矿，北仓帝又不傻，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将神女往外推。汝南王妃的书信上都说了，他多次挽留神女，人家非要回国。北仓帝若学太子的行径，岂不是啪啪打脸？这福瑞公公，这个小贱平夫人犯了错，需要家法处置。皇帝也不好管臣子的家事吧？今日若不将这小贱人母女一举拿下，来世他们翻身。大夫人不敢想象，她不想再过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日子。怎么，夫人要违抗陛下的旨意吗？妾身不敢。来人呐，护送周小姐出府。沈乔一行人风尘仆仆，1个月赶至北仓。他吩咐暗卫们演绎身形，他径直去了京郊山庄。周锦瑟临别之前提及，自重生后利用先知赚了点小钱，京郊有一处红枫山庄，便是他名下的。我找周锦瑟，我是他的朋友。我家主子吩咐，无论亲人朋友，一律不见。这样啊，你就告诉他，他的敌人来找他了。再不走可就不客气了。话音刚落，啊的一声惨叫，黑脸家丁飞出几米远。我才使了2成力，他就飞了，这可怪不得我。没有我的吩咐，不可贸然出手。来到敌国的门前，竟然打人家家门口的人。若动静太大，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，怎么办？你们是何人？实在怪不得他们害怕。近日来上门找茬的人不少，但没有哪个一言不合就开打的。面前这人不讲武德。我是周锦瑟的敌人，也是朋友，你让他来见我。你等着，就去通传。周锦瑟正在伺候姨娘喝药，听到通传后蹙了蹙眉。滴血又派人来了？不是，是一位女子，她说她是您的敌人，特意不远千里来找您呢。敌人？我的敌人可不少，到底是哪一个？不远千里的，难不成是沈乔？我去看看。门外，沈乔等得有些不耐烦，抬眸间看到一抹火红的身影。嗨！沈乔踮起脚尖打了个招呼。你怎么过来了？这可是敌国的人，若是被那些眼睛看到，指不定说我通敌叛国呢。我现在自身难保，日日过得如履薄冰。沈乔怎么这个节骨眼上凑过来了？怎么，我想你了，不能过来？员外不是说话的时候，进屋说。刚进入屋内，周锦瑟啪地关上大门。你果真是不怕死啊！不远千里送人头，你就不怕我派人将你抓起来，关进大牢里折磨1个月？我既然敢来，自然不怕。再说了，我可是来帮你的。帮我？哼，你别害我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谁知道这女人又打的什么主意？她虽然重生后能预知，但沈乔从不按套路出牌，所作所为皆超出预知能力范围。你只身来到北仓，就不怕被他们的人发现？即便我为你提供藏身之处，但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若只顾瞻前顾后，怕这怕那的，如何能成大事？
为了咱们长久的合作，而且我相信你有能力让我在这里过得很好。你来北仓所谓何事？他才不会相信沈乔单纯的想他了。见面分外眼红的敌人说想他，鬼都不信。煤炭卖不出去，你的2成利润就无法兑现。北仓寒冷，我想他们肯定需要煤炭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你瞧瞧，我为了不失信于你，冒着生命危险来北仓，你可得帮帮我呀。你不是挺能耐的吗？这么大的富贵我都让给你了，你竟然还要麻烦我？你真以为我不敢派人来抓你？信不信我将你关进大牢饿1个月？哎呦呦，我快怕死了，没有人能够抓到我，相信你应该清楚。周锦瑟愣住了。是了，前世的时候沈乔来无影去无踪，明明人在眼前，却能瞬间消失不见。你现在身边没有可用之人，就门外那几个家丁看着孔武有力，其实是三脚猫的功夫。这次我带了不少暗卫，让他们伪装成你的家丁，一来可以保护你和你在乎的人，二来呢，咱们行事也方便些。别以为我心软收留你，我只是看你的暗卫有些用处，还有售卖煤炭的事，我不会唱过1指头的。你最好乔装打扮成商人跟他们谈生意，为了掩人耳目，平日里你就充当我的贴身丫鬟吧，名字叫小翠。丫鬟就丫鬟吧，这样行事方便许多。锦城，王氏悠悠转醒，裴衍急匆匆赶来，裴玄和裴珠一前一后，看到王氏后，趴在床前嚎啕大哭。曾祖母，你睡了好久好久，吓死小轩了。裴衍赶紧探上去把脉，奶奶身体再无大碍，多休养即可。奶奶啊，你现在感觉身体如何？要不要喝点水？妮儿呢？王氏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沈乔。奶奶，她就在平城处理事情，等完事后便会赶来锦城。他不知道我受伤的事儿吧？我没敢告诉他您受伤的事。裴衍嗓音越来越低，他怕以后沈乔知道了会怨他。没告诉他就好。唉，年纪大了，什么也帮不了你们，奶奶就怕给你们拖后腿。奶奶别这么说，奶奶啊，您年纪大了，以后一定要将自身安危放在首位。小乔若是知道您身受重伤，定然不管不顾杀到北仓，取了夏侯渊首级的。奶奶知道你稳重，若妮儿以后怪你，奶奶帮你兜着。为王氏掖好被角，裴衍朝2个小家伙招招手。你们2个出来玩，让曾祖母好好休息。爹爹，他们说你是大人物，你的身份很高吗？有没有城墙那么高？哼，和城墙差不多高吧。以后啊，我家小猪就是小郡主了。又转头看向裴玄，你啊，就是小世子了。小世子啊，哥哥的名号听着就很好吃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，此世子非彼世子。张铁兰一路风尘仆仆，终于抵达平城，进城异常的顺利，仿佛有人提前打过招呼似的。都说平城戒备森严，当初沈乔送粮都被阻拦在外，怎么咱们进去就畅通无阻啊？或许城门守卫被奶奶身上的霸气所折服，不敢阻拦您的路。他早已委托陆大人写信，将他们来平城的事一一告知。瞧城门守卫殷勤那样，就知道爷爷提前打过招呼。是这样吗？这位夫人，您是锦城的骂战先锋张铁兰吗？我是，没想到我的名头这么响，一骂成名，竟然传到了平城。哎呀，一定是沈乔知道了我的战绩，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，特意画了我的画像，派人亲迎。张铁兰和楚林被带到一座气派的宅院，整个院落富丽堂皇，雍容华贵。丫鬟引领他们进入大堂，坐等了好大一会儿，也没见沈乔来。门外传来悉悉嗦嗦的声音，有一道身影立在门外，停住门前，迟迟不肯进来。张铁兰等急了，3步并2步打开了门，垂眸行了个不标准的礼。恭迎汝南王妃安，骂战先锋张铁兰见过汝南王妃，明午安呐。张玉扯了扯嘴角，差点被他驴唇不对马嘴的请安逗笑，极力掐住手掌心，才没笑出声。楚林瞪大了眸子，张了张嘴想喊爷爷，却聪明的闭了嘴。等待了许久，张铁兰的腿开始发酸，她不耐烦地咬了咬牙，闭上眼睛，大声喊道：沈大妮，你当了汝南王妃架子那么大呀，我腿都快酸死了，还不让我起来？怎么是你？怎么不能是我呀？小林子，咱们走！老不死的死鬼，骗身骗心，还让我喜当奶奶。刚来就走啊？起码坐下喝杯茶呀。我喝你个大头鬼！张铁兰再也无法遏制体内的洪荒之力，扬起沙包大的拳头砸向张玉的胸膛。张玉噗地喷出鲜血，眼神涣散迷离，扑通一声捂着胸口倒地。爷爷死了，我没有爷爷了。爷爷，你醒醒啊！我和新奶奶不远千里来找你，就是想一家人团聚，你千万不能死啊！我的拳头什么时候这么硬了，竟然能将人打脱血？哎呀，死老头没事吧？
哎呦喂！你这个负心的老渣男，怎么说死就死了？你和离书还没签呢，老娘又成寡妇了，我这是什么命啊？老天爷也不睁眼呐！哎呦，老头子，你怎么能说死就死了呀？张玉想抬手捂住自己的耳朵，但又怕露出破绽，只好闭眼屏息，继续装死。小家伙装模作样的探了探鼻息，奶奶，爷爷又来气儿了，你别哭了，你快喊喊他，说不定就从阎王爷那里将他喊过来了。这个小机灵鬼，平时没白疼的。阎王让他3更死，绝不会留他到5更。我哪敢跟阎王爷抢人呢？什么来气息了，那都是假象。小林呐，你赶快找个铁锹，咱们趁着没人将你爷爷埋起来。这让他怎么接？难不成真的去找铁锹，真的将爷爷埋起来？你在这儿看着，别让人进来啊！我去找铁锹挖坑，趁着热乎干净埋。心中万马奔腾而过，我只想爆粗口。这妇人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，说埋就埋。我这是怎么了？爷爷，你醒了！奶奶快看啊，爷爷从阎王爷那儿回来了。哎呦，我的胸口疼啊！阎王爷不收我，说我尘缘未了，非送我回来呀。哟，这么快又活过来了？詹铁兰阴阳怪气，看张玉哪都不顺眼。他好歹活了30多岁，吃过的糠比盐都多，老头子这点小伎俩，真当他看不出来呀？张玉继续捂着胸口喊疼，楚林在一旁虚张声势，夸张的大喊。爷爷的脸色苍白，额头全是汗珠，想来疼得厉害。奶奶，你那一拳打得不轻，爷爷年纪大了，只怕受了内伤。张玉十分配合地咳嗽2声，疼啊！少装模作样了，别指望老娘心软。张铁兰眉心一竖，嘴硬道，脚却不听使唤，来到张玉跟前蹲下，将他扶起来后，眼神瞥向一边不看他。要不要喊大夫呀？不用了。张玉虚弱地靠在张铁兰身上，喃喃自语：兰，原谅老头子吧，你这一拳将我打得半死，气也出了吧？出你个大头鬼，一拳就想让我原谅你？既然你没事儿，也不用看大夫，赶紧将和离书签了给我，省得耽误老娘再嫁。什么？你还想再嫁？哼，不瞒张大人，我张铁兰如今也是有官身的人，吾乃锦城骂战先锋，在锦北一战中可是立过功的，汝南王亲封的官，不怕告诉你，现在的我可不愁嫁，多的是比我小的小伙子往我跟前凑呢。张玉双手颤抖，浑浊的老眼瞬间通红。小林，你跑出去玩，尽量跑远点，半个时辰内不要进来。楚林，他乖乖逃离剑拔弩张的现场。你干嘛？想打架呀？铁兰呐，当日老头子并非故意不告而别，那时处境危险，我不能将你和小林置于危险之地啊！我不求你原谅，我只想弥补。就算你打骂我，甚至杀了我，老头子无怨无悔，愿打愿挨。和离书我是不会签的，如今安定下来，老头子只想和你好好过日子，你从前没有的我都弥补给你，我这辈子就认准了铁兰一人。若是和离了，去哪儿找这么贴心的媳妇儿啊？别看张玉年纪大，肉麻的话一道一箩筐。张铁兰挠了挠竖起的汗毛，鸡皮疙瘩炸了一地，但心情却出奇的好，那颗老心脏狂跳不止。张玉大着胆子上前一步，轻轻将他拥进怀里，见他没反抗，心中一喜，动作更大胆了许多。你干嘛呀？张玉在他耳边低语几句。你个老不正经的死鬼，老娘还没原谅你呢，净想些有的没的。那老头子就卖力些，尽量求娘子原谅。去你的！枕头上的交颈鸳鸯羞红了脸，张铁兰低垂着头，脸上的娇羞跟外面的彩虹一样，泛着红光，满面春色。哎呀，小林还在外面呢，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怕他跑丢了，快去寻他吧。好，兰，还生老头子的气不？哼，别指望老娘这么快原谅你。不原谅啊？那就再来一次，直到兰原谅我为止。哎呀，去你的！老不知羞，平日没看出来，这老头子倒厉害得紧，当真是老当益壮。怎么又打我？能不能别下手那么狠？谁让你老想些有的没的？系上你自己穿吧，我去找乖孙子了。晚餐过后，楚林竟然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，就在卧房隔壁，身边还配了个小书童。楚林以为在做梦，这么富贵的生活，他做梦都不敢想。同样不自在的还有张铁兰，华贵的衣料穿在身上，他僵着身子不敢动弹，生怕弄脏了弄破了。还有头上的簪子，比他那土的掉渣的金簪子华贵10000倍。门外有响声，张玉走了进来，面前的妇人身穿华丽的礼服，头戴珠宝，
气质高雅，端庄大方，果然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沈乔呢？怎么一整日没见他呀？莫非当了汝南王妃，架子大起来了？他去了北仓，这事儿汝南王还不知道，我替他瞒着呢。什么？他真不怕死，敌国都敢去？嘘，过几日他就回来了，你可别在汝南王跟前说漏了嘴。哎，我知道，他不会遇到啥危险吧？万一……放心，北仓皇帝遇到危险他都不会，他鬼主意多得很。张宇虽嘴上这么说着，心脏却悬了起来。他不会真的遇到危险吧？为了和张铁兰和好如初，他才不得已瞒着的。万一真出点啥事儿，他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哦，这个牛肉片儿好好吃啊！这种稀奇的吃法还未见过，一顿饭吃得我浑身暖洋洋的，额头就冒汗了呢。这个肉丸子是我的，谁都不许抢！哎，别抢了，老板夹菜。后堂，沈乔用胳膊肘捅了捅周锦瑟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怎么样，生意爆满吧？咱俩合作你绝对不吃亏。说什么女子不宜抛头露面做生意，切，纯粹是瞎扯淡。想想你那鼓鼓囊囊的钱袋。周锦瑟也有些激动，深呼吸好几次才压下蹦跳的心脏。现在他倒认同沈乔的话了，看着哗啦啦的银子倒进自己的口袋，那种感觉比等着沈乔送煤矿的利润还爽。想想你昨日吃的辣条，那可是天然香辛料做出来的，属地种满了你没见过的调料，像辣椒呀、花椒、八角、桂皮等等。你在北仓做生意做强做大，咱俩是合伙人，供货的价格我给你压到最低，这才是合作共赢。等火锅生意稳定下来，你再开家辣条作坊，保准你赚得盆满钵满。想想看，搂着银子睡比搂着男人睡踏实多了。那你将辣条的配方交给我，赚了银子3-7分成，你3我7。这铺子都是我花钱买的，你可1分没出，怎么好意思分我3成？再这样我找你房租啊！4成，不能再多了。沈乔张张嘴还想争取，周锦瑟直接道：4成真的不能再多了，我不租你的房子。成交。蜀味火锅一处隔间内，一对主仆相对而坐。主子，您尝尝这火锅的味道，属实是不错。大冬天的涮一涮，美味的全身冒汗，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吃法。哎，实在是罕见。那个姓沈的毒妇果真在平城。是啊，主子，她是汝南王的王妃，听说大败北仓，生擒前太子妃周锦瑟的就是她。还有碾压10发连弩和火铳的热武器，也是出自她手。夏侯渊挑了挑眉，汝南王妃，她竟不是普通人。消息属实，她确实离开了平城，只是属下并未查到她去了哪里。夏侯渊气息沉沉，大掌抚过胸膛，那里曾经狰狞的伤口早已结痂，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疤痕。抬眸间，一抹翠绿的身影撞进夏侯渊的视线，他眸色一沉，起身疾步往翠绿的方向掠去。我家主子呢？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不见了？走得如此急，这是遇到啥事儿了呀？夏侯渊跑了出去，那抹翠绿的身影却不见了。他揉了揉眼睛，或许看花了。那个毒妇怎么会跑到北仓来？一定是他复仇心切，魔怔了。沈乔牵着周锦瑟的手从另一家铺子里出来，看到没？玉颜坊，这就是专门卖面膜的美容铺。到时候我再种植一些芦荟，研究出芦荟面膜，保准热卖。你这想法甚好，不过芦荟不是吃的吗？不过沈乔的心思天马行空，他想出来的东西不仅稀奇古怪，效果还不错。前世他也用过他制作的面膜，不仅能吃，还能做成面膜。不过面膜需要专业的手法处理，这属于商业机密。等咱俩签了合约书，我再告诉你方法。你信不过我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我都对你掏心掏肺了，你竟然……瞧你，我只是产生了这种想法，具体这个芦荟面膜如何操作，我还得试验。这还差不多。两人嘻嘻哈哈的声音果然引起了夏侯渊的注意。果然是他。夏侯渊眸底染上一抹笑意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女人竟然跑到他的地盘上，和周锦瑟说说笑笑，胆子真大。两人并未注意到身后有一抹阴鸷的视线，直接上了马车，一路疾驰赶往洪峰山庄。突然一阵狂风袭来，马儿嘶鸣惨叫倒地，周锦瑟和沈乔齐刷刷从马车里滚了下去。我去，有人要杀你，我无辜受了牵连，对方怕是个高手。快跑！跑什么跑？管他牛鬼蛇神，谁敢欺负我的合作伙伴，姑奶奶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沈乔吹了声口哨，几道齐刷刷的黑影从天而落，四周一片寂静，暗算的人迟迟未现身。沈乔疑惑，既然有人暗算，为何迟迟不现身？糟糕，难不成对方只是试探？沈乔一阵捶胸顿足，他暗处隐藏的实力暴露了，对方到底是冲周锦瑟来的，还是冲他？夏侯渊隐藏在暗处，眸底暗潮汹涌。这女人身边果然有不少高手，若此次贸然行动，只怕吃亏的还是我。看来要从长计议了。
回到红枫山庄，沈乔眉头紧锁，我的身份应当暴露了，我要尽快回西北，煤炭和铺子的事就交给你了。放心，咱俩身在一条船上，你出了事，我也脱不掉干系。当夜，沈乔急匆匆赶往西北，刚出城便遇到袭击，被10几名训练有素的黑衣人团团围住，嗜杀狠厉。黑13为首的暗卫差点招架不住。王妃，快走！13很焦急，对方有备而来，他怕招架不住，让本王妃丢下你们，做不到。8、9、10、11、12，带王妃走。王妃，属下带你先走。一起走。掏出空间里的10万电斧，插上开关，猛地朝10几名黑衣人甩去，扑通扑通扑通，10几名黑衣人齐刷刷倒地抽搐。快走！沈乔带领13等人往密林深处跑，找了个山洞坐下。13等人还未从震惊中回神。王妃手里拿的，莫非是神鞭？这种在画本里出现的神器，竟然真的存在。我去山里找点吃的，你们几个乖乖待在山洞，不要出去。若发生变故，老地方会合。不可，外面危险重重，我去找吃的。伤成这样，别逞能了。你们几个乖乖等我，这是命令。他借口出去，就是想从空间拿食物。13本就受伤，若出去，身上的血腥味怕是会引来猎物。山洞内13急得团团转，他不顾身上的伤，直接钻出山洞。他不能让王妃置于险地，暗卫的职责便是舍身救主。他们怎好乖乖待在山洞，让主子冒着生命危险找吃的？一炷香后，沈乔提着一只兔子，另一只手拿着土陶锅，锅里有些米。你们几个起火，咱熬点兔子粥喝。13呢？他不放心王妃，去找您了。我去，我不是说过别离开山洞吗？外面说不定有多少人等着他们呢。等了2个时辰，13还没回来，洞里的人急了。13怎么还没回来？不会遇到危险了吧？我去找他，没有命令，你们几个不可贸然行动。夏侯渊在山口守株待兔，已经待了1夜，没想到活捉了那女人的蠢暗卫。13浑身是血，倒挂在歪脖子树上。此时的他无比后悔，不该不听王妃的命令。他想咬舌自尽，奈何嘴巴被一卷破布塞满，动弹不得。还真是个硬骨头。说，你家主子藏在哪个山洞？13狠狠瞪着他，嗜血的眼神恨不得将暗煞生吞活剥。别白费力气了，咱们就在这里守株待兔，不信他们不出来。是。那个女人实在诡异，手中有一根黑乎乎的鞭子，抽下去后，10几名训练有素的暗卫就像得了失心疯一般，倒地抽搐，口吐白沫。夏侯渊掏出挂在胸口的镇魂镜，细细把玩。虽然他不迷信，但这是他母妃千辛万苦求来的，说能保他平安。还别说，这玩意儿真能保他平安。上次遇到那个女人，被他一箭穿心，他命大活过来，说不定就有镇魂镜的作用。这次他特意带上，若那女人出手狠辣，希望保佑他能躲过一劫。放了他，他果然没死，命真大。今日果然是找我来寻仇的。你自身难保，还敢跟本王谈条件？既然敢谈，自然是有谈的资本。沈乔一步一步靠近夏侯渊，笑得肆意张狂，手却悄悄放到了背后。待靠近时，沈乔默念一声10万电斧，狠狠朝夏侯渊甩了过去。你在玩什么把戏？沈乔脸色一变，看着空空如也的手，心中1万个草泥马奔腾而过。他的10万电斧呢？沈乔赶紧闭眼，催动意念。What？紧要关头，他的空间又进不去。莫非夏侯渊是他的克星？啪的一声，沈乔被扔在一张华丽的拔布床上。他很快坐起身，微微挺直脊背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紧闭双眼，再次催动意念，试图进入空间。该死的，还是没有。这是第2次遇到夏侯渊，头一次空间升级，这一次又是为何？难不成又升级了？哪有那么凑巧的事儿？莫非夏侯渊身上有克我空间的东西？怎么，你又想故技重施，魅惑本王？就凭你，还想让本王妃魅惑？长那么丑也不知道撒泡尿照照自己。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你当然敢，可也不敢。哼，你为何如此笃定？他的空间又进不去，想要逃出去难，他必须要自救。若能忽悠住夏侯渊，最好不过。在锦城不知殿下身份，多有冒犯，望殿下多多海涵。说起来，殿下和我家夫君还是表兄关系，都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不如殿下放下成见，咱们合作如何？你又想忽悠本王？他不会再上这个女人的当，谁知道他肚子里憋着什么坏水，嘴里说着血浓于水，背地里再捅他一刀，他可没有第2条命。我可是诚心诚意的跟你谈条件，殿下不信就当我没说。夏侯渊猛地松开手，目光狠厉。本王才不信你的鬼话，识相的话最好乖乖待在这里，要是敢耍花招，本王会让你后悔终身。我自然不敢耍花招了，不过你最好不要以我为要挟，试图从鲁南王那里得到些什么，否则你会死得很有节奏感。夏侯渊冷哼一声，转身离开。殿下，那个暗卫是否杀了？他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。夏侯渊没有回应，须臾后叮嘱道：看好那个女人，
无论他耍什么花招，都不要理会。是，殿下。听动静，外面至少有4、5人把守，且都是高手。沈乔从床上下来，透过门缝往外看。以地形来看，此地应是夏侯渊的农家小别院。哟，想逃走啊？是不是很说？我就在窗前堵着你，看你怎么逃。我没想逃呀，屋子里太闷了，就想透透气。这位小哥哥，你成年了吗？娶媳妇了没？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？暗煞无语，没来由的红了脸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暗煞，主子说了，不许跟这个女人讲话，小心着了她的道。暗煞身子一僵，啪地关上窗户，视线被隔绝。沈乔撇了撇嘴，百无聊赖地围着屋子转圈圈。原来那人名字叫暗煞，名字还挺霸气。暗煞，给送点吃的来。你主子不让我跟你讲话，可没让你将我饿死。一个时辰，沈乔再次喊道：暗煞，送点水来，万一我渴死了，怎么跟你主子交差啊？暗煞动了动嘴唇，一旁的暗卫提醒道：3天不喝水渴不死，别搭理他。我要上茅房，人有3急，你总不能让我在屋里解决吧？暗煞，暗煞！啊，我受不了了，先出去躲会儿清静，你们先看着他吧。哎，你不能走，哥几个就属你武功最强，万一那女人跑出来，我们打不过怎么办？一个女人而已，只要别跟她接触，能有多大的能耐？此时他被沈乔吵得心烦，完全忘了夏侯渊被沈乔一刀捅心的事儿。听了听门外的动静，暗煞似乎走远，继续将目光放在窗户上。这位大哥，我实在是口渴的厉害，麻烦帮我取瓢水，小女子感激不尽啊。少废话，乖乖在屋里待着，否则要你好看。靠，你竟如此不讲武德！你主子将我掳来，都未曾碰过我一根手指头，你一个小小的暗卫，竟敢跟我动手！媚煞，他是殿下的俘虏，你不可。滚！媚煞一把将他推开，怒气冲冲：我杀了你！媚煞愤怒的面部扭曲，五指成爪，狠力朝沈乔抓去，不顾阻拦，跳进窗户冲了进去。沈乔趁媚煞越过来的时候，脚步一错，窗户啪的一声合上。夜煞本想阻止，但停住了脚步。那妇人又毒又猖狂，让媚煞教训教训也不错。屋内发生一阵惨叫，是沈乔的。媚煞满脸是血，五指死死抓住自己的脖子，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。只见他的喉咙处插着一根木棍。夜煞在屋外等了半晌，听着里面没了动静，他敲了敲门：媚煞，差不多行了，别将人给教训没命了，否则殿下怪罪。屋内一片寂静，无人回应，无奈叹了口气。夜煞推开了门，当看到地上一大片触目惊心的血液，毛孔骤缩，媚煞将那妇人杀了。来不及反应，身体像被尖锐的利器戳中，夜煞扭曲的痛呼一声，扑通晕倒在地上。你没有得罪我，我也不会取你性命，2个时辰后自会醒来。剩下的最后一个小暗卫根本不足为惧，沈乔再次偷袭成功，一掌劈晕了他。沈乔未作停留，赶紧去找黑13。沈乔像个无头苍蝇般到处乱窜，急得满头大汗。此地竟像个迷宫般，来来回回转，又回到了原点。时间不等人呀，万一暗煞回来，发现同伴遭到暗算，那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。赶快找到黑13，等安全后再好好教训这个蠢货。13身受重伤，所过之处必定有血液流下。沈乔干脆趴在地上，一边找一边嗅。嗨，找到了。顺着血液，沈乔找到了一处隐秘的地窖，心中一喜，急忙搬开地窖口的大石头。突然，一道凌厉的掌风从他背后袭来，沈乔察意有恙，赶紧快速躲过，但掌风还是刮到了他的手臂，火辣辣的疼。沈乔捂着手臂回头，看清楚身后的夏侯渊时，闭上了眼。真他妈的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，倒霉到家了。暗煞急匆匆赶来，脸色煞白，连忙跪地请罪：属下看管不力，请殿下责罚。夏侯渊一脚将他踢开，暗煞惨叫一声，瞬间飞出好几米远，吐出一口鲜血。本王果然小瞧了你，一个能伤到本王的女人，就不应该对她产生任何怜悯之心。本来想饶你一命，谁知道你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殿下神通广大，小夫人还是没能逃脱您的手掌心，我甘愿认输，求殿下饶我一命。饶你一命？你就是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，随时都可以取人性命。若是饶了你，你咬我一口怎么办？虽只是轻飘飘的话，沈乔却感觉到了嗜血的杀意。咬谁也不敢咬您啊！说到底，咱们是亲戚关系，先前冒犯了您，无知者无罪。这次杀了您的暗卫逃出，实在是怨不得我。哦，就那个叫媚煞的暗卫，他看不惯我，处处使绊子，还说什么说我魅惑你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说他喜欢你，还让我离你远点，最好自己乖乖死掉。天晓得我自己怎么乖乖死，所以他就冲进屋子要杀我。反正媚煞已经死了，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表嫂，
你说我若是通知表哥你在我手里，他会怎么样？我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女人而已。鲁南王要完成霸业，必须要舍小保大。你这副棋下错了。哦，据我所知并非如此啊。你与裴炎乃是少年夫妻，感情深厚，他一定会不顾性命的前往北仓救他的妻子。届时他一来，本王便布下天罗地网取他性命，解决了南越帝的心头大患，再将锦城一举瓦解。那我那皇帝舅舅便是我背后最大的助力。月色撩人，沈乔吃得有些撑。洗漱完毕后，穿着一身白色衣裙翩翩起舞，面上覆盖一层薄薄的纱面，若隐若现，给人一种朦胧美感。婀娜多姿，纤细曼妙，美轮美奂。沈乔跳得有些累，也不见夏侯渊前来，无奈只好一展歌喉。在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群蓝精灵，他们活泼又聪明，他们调皮又伶俐，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，他们善良勇敢，互相都关心。哦，可爱的蓝精灵，可爱的蓝精灵，他们齐心合力，开动脑筋，都摆了个歌舞。沈乔唱得口干舌燥，舞得浑身乏力。歌他也只会唱这一首，舞蹈也是。今日使出浑身解数，他就不信夏侯渊不上钩。暗处夏侯渊双眼发直，目光流连在他的胸、腰、腿。当听到那首不太搭的歌时，蹙了蹙眉，道一声轻咳。沈乔一个利落的舞蹈动作收尾。表弟，今晚月色这么美，不如表嫂在勾引我。那表弟敢不敢上钩啊？这女人到底是在勾引我，还是在打什么坏主意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再上第3次当。夏侯渊眸色一沉，正要起身，未料噗的一声，腰间一阵刺痛。沈乔快速地推下针管的麻醉剂，而他也被夏侯渊一掌甩飞了出去，砰的一声重重砸在墙上，忍不住哇哇吐出2口鲜血。夏侯渊，你不该一次次用裴眼威胁我。我杀了你！1、2、3。夏侯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数数。当沈乔数到第5声时，砰的一声，夏侯渊倒地不起。沈乔吃力地将夏侯渊翻了个面，拽走了脖子上的镇魂镜，顺便将一张治戏言的方子留下。礼尚往来，说了戏言方子会给他，言出必行。看到醒来后的夏侯渊，敢不敢跟他爹抢盐矿了？沈乔将镜子砸碎后，发现空间能正常使用，大大方方走出去。走到半路遇到了暗煞，暗煞眯了眯眼。他怎么出来了？我明明看到殿下将他扛进屋子，两人会发生什么不言而喻。只是殿下他这么快吗？你干什么去？殿下累坏了，让我去厨房做点吃的。暗煞蹙了蹙眉，沈乔赶紧挡住嘴巴，小声道：暗煞，殿下虚得厉害，如今正呼呼大睡，你可不能进去打扰他，不然撞在枪口上。暗煞屁股一紧，下意识的后退几步。上次被打了80大板，屁股上的伤还没好。哦，那我去厨房帮你。不用，你去寻些猪腰子、韭菜，再寻些动物身上的那个，以形补形嘛。若不尽早补，恐怕你家殿下子嗣艰难呢。你要多为你家殿下考虑。我家殿下自成年以来，身边连个通房都没有。原来，殿下真有难言之隐啊！怪不得沈乔这么快就出来了，原来是殿下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！放心，我快寻来这些食材，你在厨房耐心等待，千万别急啊！我不急，天黑路滑的，你走路慢点啊，万一慌慌张张的摔了，还得重新找。我知道了，千万别急啊，记得走路慢点儿。事不宜迟，沈乔匆匆赶往地牢。当隐藏在地牢处的暗卫发现他时，他便催动意念进入空间，等人离开后再出来。今日见鬼了吗？总感觉有道身影刷刷飘过，就是抓不到人。别疑神疑鬼了，打起精神来，宁可错杀不可放过，管他是人是鬼呢。暗煞提着一大筐男人爱吃的食物，眉飞色舞地钻进厨房。厨房里空空荡荡，哪里有沈乔的影子？暗煞大人，地牢的犯人被劫走了，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。今夜的事处处透着诡异，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个女人使的阴谋诡计，竟然被他给骗了。糟糕，殿下呢？
夏侯渊悠悠醒来，似乎不敢确定他还活着。这个该死的女人，她人呢？殿下，她逃了，地牢里的人也被她带走了。想跑哪有这么容易？布下天罗地网，让她插翅难逃。夏侯渊派去的人一波波回来，面露疑惑。殿下，属下等布下天罗地网，也未能查到那女子的下落。是啊，殿下，城内城外到处都是咱们的人，那女子就像是凭空消失的一般，掘地3尺也找不着。此事已经惊动了皇上和贵妃娘娘，只怕……撤回来吧。到底是他低估了沈乔的本事，他竟能凭空消失，还是说藏在别的地方？想起那日在街头看到他和周瑾色有说有笑的模样，莫非冤王府？周瑾色气得咬牙切齿。还有夏侯渊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这辈子还是被他掳进了府内。话说沈乔一行人赶到平城汝南王府，张铁兰像一阵飓风般奔来。这是哪家的贵夫人？莫非张玉又娶妻纳妾了？果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渣男。骂战先锋张铁兰叩见汝南王妃。哎，这是张铁兰。免礼。蜀南王妃一路辛苦，骂战先锋为您准备好了饭菜，就等着您用呢。好，你辛苦了。虽然咱们身份不一样了，但我这没那么多规矩，该做做，该吃吃。张铁兰拉了拉凳子，靠近沈乔几分，迫不及待地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。北仓的那个夏侯渊，趁着你们打仗的时候，竟然攻打锦城，派了10几人辱骂陆大人，妄图将他骂下来应战。从此我一骂成名，响彻整个京城。还有呢？张铁兰又开始挥舞着手臂，从他招揽妇女从军出力，讲到王室布阵出征，说到最后他垂下眼睑，叹口气。唉，也不知道王老太太如何了，被北仓的火铳打中肩头，陈年旧伤复发，直接从马上栽了下来，至今昏迷不醒呢。什么？你说我奶奶她？张铁兰赶紧捂住了嘴巴，恨不得抽自己2个大耳刮子。来之前，裴衍特意交代他不可将此事告知沈乔。张玉也言辞警告，让他别说漏了嘴。没想到说起自己的丰功伟绩，一股脑全忘了。可咋办呢？这可咋办呢？张铁兰眼里全是慌张，来不及反应时，沈乔已率先冲了出去。张铁兰嗷的一声追了出去。你和张玉护好平城的百姓，若有书信，直接帮我寄到锦城。哎呦，瞧我这张嘴哟！夜幕降临，张玉踏着月色而归。张铁兰殷勤地为他摆饭菜，洗手更衣。那个老头子，王妃今日回锦城了，她说她想奶奶了，总感觉奶奶身体不大好，心里堵得难受。我私心里想着呀，应该是血脉之间的心灵感应。走这么快？张玉吃惊，怀疑地瞄了张铁兰一眼。不会是你说漏嘴了吧？他自个儿的婆娘什么德行，他比谁都清楚，嘴里藏不住事儿，说顺口了，一股脑全倒出来。所以有啥事儿，他尽量瞒着张铁兰，谁让他的嘴巴不把门呢？怎么可能？我现在不是村口的八婆了，我乃骂战先锋，首府张夫人，一言一行啊，我都循规蹈矩。哎呦我的娘嘞！这个老头子眼睛贼毒，在他面前呐，小心思一眼就被看穿。也不知沈乔独自一人会不会遇到危险。刘成，裴衍呢？王妃，您何时入的城啊？在你们攻城之前便混了进来，我要见裴衍。小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我不能在这儿？突然沈乔身体一轻，一下子被人拉了过去，猛然撞进一个温暖的怀抱，炙热的胸膛传来扑通扑通的心跳声，灼得沈乔脸颊发烫。还有人在呢。刘成这才从呆愣中回神儿，逃也似的离开。哎呀，真是没看出来，平日里裴衍闷骚的紧，当上汝南王之后更是不苟言笑，一副境遇冷然的模样。没想到看到自家娘子，竟热情似火，迫不及待呀！夫君，奶奶怎么样了？沈乔知道奶奶受伤的事了，不难猜出啊，一定是张铁兰说漏的嘴。那妇人嘴上一向没个把门的，奶奶被我救了回来，如今啊活蹦乱跳，带着2个小家伙扎马步呢。为什么奶奶受伤要瞒着我？你最好跟我解释一下。她从小将我养大，最应该陪在身旁的人是我，她最在乎的人也是我，而我如此不孝。娘子，对不起，我怕你担心，当时刚结束战争，正是内忧外患时，咱俩分身乏术，刚经历过战乱的西北，必须有人清场，而我有医术在手，所以那只将平城交给你，我则赶往了锦城救治奶奶。娘子啊，我……奶奶果真没事了吗？你不许骗我。啊，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，我开了不少药，为她调养身体。这一刻，沈乔悬着的心脏终于落了下来。裴衍趁机将他揽进怀里，下巴紧紧抵着他的头顶，喃喃道：娘子，下次我绝对不瞒你。听说你生擒了赵忠，打算如何处置？打算劝降，若不听劝，直接杀之。他可是个硬骨头。硬骨头也有软肋。裴衍不以为然，他不相信赵忠没有软肋。为了祖训，为了忠心，罔顾妻儿性命，若该做的努力已经做了，赵忠仍然硬骨头，对他无用的人杀了便杀了。试试看吧。
你就不怕我骗姬私沉？有娘子为我分担，此乃裴某的福气。没本事的男人才会怪妻子强势。沈乔愕然了，他没想到裴衍的思想那么先进，先进到不像古代的男人。你是穿越来的吗？啊？什么穿越？穿什么越？你还装？如实交代，你来自哪里？裴衍更懵了，抬手摸了摸沈乔的额头。啊，不烫啊，怎么说胡话呢？裴衍的表情无一丝怪异，不像装的。你对我那么好，一时感动的昏了头。他真是昏了头了，才问裴衍是否穿越来的。或许裴衍天赋异禀，跟别的男人不一样，否则怎么会遇到她这个来自现代的大美女呢？对了，关于刚才的提议，你直接让流程按我的吩咐去办，万一激起民愤怎么办？在百姓心中，谁能让他们安居乐业，谁便是他们的神。如今城墙已被攻下，大势已去，没有哪个百姓会冒着生命危险往枪口上撞的。当夜将牢中死囚挂于城墙之后，刘成特意放松警惕，引人上钩。果然在后半夜，几名瘦弱的身影凌空跃起，砍下死囚手上的绳索逃走。刘成一声令下，布下天罗地网。大姐中计了，看什么？杀进去！哼，年纪不大，口气不小。尔等乖乖束手就擒，本王饶你们不死。乱臣贼子，叛国逆臣，就算是死，绝不束手就擒。赵鱼儿是赵忠的长女，颇有其父真骨。大姐，此人不是父亲，咱中了他们的奸计，怕是装了咱们威胁父亲呢。死又何妨？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赵家子孙绝不做胆小鬼。小丫头年纪轻轻，挺有骨气的，我喜欢。相公，留他们一命吧，这么有骨气的少年不多见了，好好培养，说不定能长成好苗子。听你的。他们捆起来，别弄伤了。沈乔扬手吩咐，转头看向裴衍，头一歪。相公，我还想飞一圈。先前就怀疑裴衍会轻功，果然他的猜测没错。裴衍抱着他施展轻功，从高高的城墙缓缓落下，身体就如同被释放出来的鸟儿一般，自由自在的飞翔。风声呼啸而过，耳边仿佛响起了一曲激昂的乐章，身体感受到的力量和自由感让人陶醉其中。这种感觉新鲜又刺激，将士们目瞪口呆，不苟言笑。严肃冷冽的汝南王竟然这么宠妻。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干活了！没见过夫妻秀恩爱吗？我跟自家娘子秀恩爱，比他俩还亲呢。只是我不爱炫耀而已，不像是裴衍，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宠媳妇儿，他爱媳妇儿，简直是拿男人的自尊在地上摩擦呀！女人哪能这样惯着？你能不能教我轻功啊？娘子，轻功呢需要从幼时练起，娘子都23了，若是现在学，只怕……咋的？你嫌我老了？娘子在我心里永远是一枝花，永远不老。只是轻功确实需要从小学起，没有扎实的功底，只有被摔的份儿。我天生能吃苦耐劳，不怕受罪，你教我吧。裴衍无奈只好找了30斤重的铁板，让沈乔绑在腿上练，每日增加15斤，不断跳，不偷懒，能坚持吗？能。那你慢慢练吧，我去处理些事。裴衍紧紧抿唇，憋笑憋得很辛苦，生怕沈乔发现，逃也似的离去。沈乔就不信了，他坚持不下来。1个时辰后，沈乔累瘫在地上，双腿软绵绵的，跟面条似的。还是有2个婢女架着他回的屋，刚歇下来还没喘口气儿。砰的一声，门被大力的踢开，裴衍怒气冲冲的进来。怎么了？1个时辰不见就气成这样？赵忠的儿女跟他一样，都是硬骨头，尤其是嘴巴臭得厉害。相公别气了，我腿软的厉害，你帮我揉揉呗。裴衍这才想起沈乔闹着学轻功的事儿，瞧他瘫软在床上如同烂泥的模样，裴衍心里的阴霾一扫而光。你还真不怕吃苦啊？那些铁板真的绑腿上了？夫君说的话我深信不疑，练来练去，一身的力气都用光了。你帮我去洗个澡，再帮我捏捏腿吧。那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啊？你想要什么好处啊？明知故问。一晚上，沈乔被折腾得死去活来，他怀疑裴衍让他绑着铁片练轻功，打的就是这个坏主意。我赵忠乃南越泸定太守，更是守城将领，生是南越的人，死是南越的鬼。想让投降，我去你姥姥的！我赵家满门忠贞，我死都不怕。你抓了我的孩儿又如何？我宁可抛头颅洒热血，也绝不投降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好酒好菜招待你，非要给爷摆脸色，信不信抽死你啊！住手！你就是赵忠。你又是谁？莫非姬景川无计可施，打算对本官使用美人计？可惜了，美人计对他无用。沈乔没有解释，笑笑开口：哼，早就听闻赵大人忠肝义胆，实在敬佩至极，就连大人的子女都随了您的性子。还有那个小姑娘，骂起人来毫不嘴软，遗传基因强大呀。我赵家满门忠贞，宁可一死绝不投降。我家儿女亦是如此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
小女子实在佩服，如此忠君爱国、誓死不降的忠烈之士少之甚少，可惜了。说罢，从袖口掏出2颗药丸，递给赵忠。小女子不忍赵大人受辱，不如吃了这颗毒药，早日解脱。您的儿女，我也会送上一份，保证无痛苦的上路。你为何要帮我？沈乔神情惋惜，小女子佩服大人的气节，佩服赵家的铮铮烈骨，实在不忍心看你们受折磨，索性送来毒药，成全大人的拳拳爱国之心。听说是毒药，赵忠二话不说，直接吞下。须臾，赵忠觉得胃部绞痛，踉跄几步，坐在凳子上。果然是毒药，这女子诚不欺我。沈乔内心翻了个白眼，2颗糖豆而已，真以为是毒药了。赵大人没事吧？毒药已入喉，大人以死明志您的爱国之心，不必再受鲁南王的威胁。临死之前，大人可有心愿未了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不瞒你说，我最放心不下的便是我的家人，即便汝南王大发善心放了他们，南越地却不会。我以身殉国，同样会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。鲁南王纪律严明，无论男女一视同仁。我瞧着赵大小姐颇有您的风范，若您入了鲁南王麾下，赵小姐也可披甲上阵，铮铮铁骨，巾帼不让须眉。看你眉宇之间英气不凡，莫非你也是汝南王麾下的女将？我是鲁南王妃沈乔。你就是赵忠显然不可置信，汝南王妃的大名早已传遍大江南北，提着一杆芦叶枪直取敌军首级。芦叶枪问世，人人皆道女罗刹王王玉兰问世。赵忠身子摇摇晃晃，扑通一声倒地不起。沈乔蹲下探了探鼻息，活得好好的呢，此人8成饿晕了。将他抬到榻上，等鲁南王回来再做处置。裴衍和赵忠的谈话足足2个时辰，赵忠对劝降一事有所松动，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，立即跪地表明了忠心。而沈乔却想回锦城，他想奶奶和孩子了。再过2日，我陪你回去。夫君，趁热要打铁，你要尽快收复下一个领地，还百姓一片净土。你不陪着我了？咱俩分工合作，你收复城池，我去锦城看望奶奶孩子，顺便查验铺子。有了银钱，以后行事快速便捷。还有1个月要过年了，希望你以最短的时间将余下的城池纳入囊中，咱们好过个团圆年。好。临走之前，沈乔想到了赵鱼儿，那丫头年纪小小，身性灵活，眸中有一股桀骜不驯之意，他很喜欢。他亲自登门拜见赵母和赵夫人。拜见汝南王妃，拜见汝南王妃。堂堂汝南王妃竟然亲自登门拜访，毫无高高在上之意，颇有力，跟赵母一见如故。打开话匣子后，竟然聊了整整1上午。我记得赵家大小姐叫赵鱼儿，今日怎么不见她？回汝南王妃，小女天性顽皮，如今正在后院和弟弟们一同带本王妃去看看。不等赵夫人说完，沈乔背着小手往后院走，只见后院内一群半大小子扎着马步，脸憋得通红。站稳站稳，我说过多少遍了，底盘要稳。还有，你的胳膊抬高点，你的腿别打颤。当看到最后一个弟弟连5斤重的石锁也提不起时，赵鱼儿不耐烦地推开他。一个大男人连5斤的石锁都提不动，亏你是赵家的子孙。看我的，赵小姐天生神力，又会轻功，巾帼不让须眉。赵鱼儿可以跟平城的那群女人相媲美，外表柔弱瘦小，实则厚积薄发，让人看到就会想到一句：清水出芙蓉，黛玉咬蛟龙。鱼儿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竟然……哎呀天哪！这要是传出去，鱼儿的名声可就毁了。男女7岁不同席，虽说满院子的男儿都是自家弟弟，但终究都是大半小子了。鱼儿竟然明晃晃的裸露肩头，这简直有伤风化。若汝南王妃怪罪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王妃，都是妾身管教不力，小女顽劣不堪，日后定将她关在屋里狠狠惩罚。本王妃倒觉得鱼儿小姐性格坦率，有勇有谋，不顾生死冒险救父。至于裸露肩膀在自家院子，赵夫人没必要大惊小怪。赵鱼儿眉眼亮了，总算在一个人口中听到不一样的话了。他大胆的抬眸细细打量沈乔。鱼儿怎可直视王妃？本王妃出身乡野，身边没有那么多规矩。再说了，我长得这么美，还怕被人看呢？王妃，你真好玩。我很喜欢你，你不仅力气大，还会轻功，性格飒爽利落。你做我身边的侍卫如何？非常行。汝南王妃率领3军大战北仓塔达，戎狄的事儿响彻南越。他虽然佩服，但先前2家是敌对关系，如今父亲已归于汝南王麾下，那么他也可以成为汝南王妃身边的1等女侍卫。这是小鱼儿男粘人的紧，沈乔走哪儿他跟哪儿。裴衍非常不快，
他想趁沈乔去锦城之前多多亲热一番，谁知身边多了个叽叽喳喳的煤油灯，亮就算了，还噼里啪啦的炸灯芯儿。裴衍一脸菜色，又黑又绿。小鱼儿，你出去玩一会儿，1个时辰后再来找我。不行，说好了要贴身保护你的，谁都不能碰你。接触到裴衍的目光，赵鱼儿感觉周围的气压变低了。奴婢还是出去玩会儿吧。娘子，我们……对了，明日我要出发锦城，临别前交代你几句。我给你的金钟罩要穿在身上，饮食要注意，任何时候都要将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位。还有，滚烫的吻铺天盖地而来。裴衍，我跟你说，你到时候做完再说。身子突然腾空，沈乔赶紧扣住他的脖子，乖乖躺好，为夫伺候你。赵鱼儿在外面玩了1个时辰，他凿开冰面捉了不少鱼，急匆匆赶来炫耀自己的成果，却听到屋内传来沈乔的惨叫声，又是又是啊，不停地喊着饶命。赵鱼儿眉心一蹙，扔下手中的鱼，义愤填膺地冲进去，刚到门口便被一位年长的嬷嬷拦下。那嬷嬷使出9牛2虎之力，才捂住赵鱼儿的嘴，将她拖向一边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堂堂汝南王竟然欺负女子，瞧瞧王妃被他打成什么样了，求饶了还不放过。我赵鱼儿此生最讨厌打女人的男人，管他是不是位高权重，让我碰到必要拔刀相助。人家夫妻打架是正常的，你起什么哄啊？夫妻也不能打架呀。你不懂男女之事。什么男女之事？看来这女子的娘真没有教过她。瞧这15、16岁，怎么啥都不懂啊？我家闺女这么大时，孩子都生了。于是嬷嬷给赵鱼儿上了一课，这个课上得让人脸颊燥热，既排斥又向往。嬷嬷让他等半个时辰再敲门，无论有啥事儿，必须等结束了才能禀告。他这一等便等了1晚上。沈乔神清气爽地伸了个懒腰，穿上衣服推开门，不远处的凉亭缩着一抹小小的身影，瑟瑟发抖。小鱼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个傻丫头不会在外面蹲了一夜吧？赵鱼儿冻得鼻尖红红，连打了几个喷嚏。你在外面做什么？这丫头如此耿直吗？没让她去睡，她便守在门外1晚上。王妃想吃鱼，昨日出去玩时，奴婢凿开冰捉了好几条，本想拿给王妃，可你和王爷在打架，我就没敢进去。沈乔脸颊红了红，快速掩去尴尬，快回屋躺着。奴婢的身子是铁打的，喂，那也得回屋。女孩子家家的，不能冻坏了身子。你这孩子，以后莫要那么实在，知道吗？由于赵鱼儿在外面冻了一夜，前往锦城的行程不得不推迟1天，这可把裴衍高兴坏了，抱着沈乔左亲右亲。这男人想一次性将我榨干净啊！一阵狂风暴雨过后，我会尽快收复余下州郡，到时咱们在锦城过个团圆年。好，切不可急功近利。团圆年虽重要，但咱们往后安稳的生活更重要。若你到了平城，你直接接手煤炭开采的工作。我已经与北仓、周锦瑟签下协议，相信这时北仓的银子已经送到平城。你派人将煤炭送给他。对了，周锦瑟说在西北和北仓交界处有大批盐矿，你派人探查一番，看看是否真假。你什么时候和北仓周锦瑟这么熟了？我去了北仓一趟，顺便谈了笔大生意。你裴衍闭上眸子，躺在床上沉默。他知不知道只身前往北仓有多危险？两国至今未曾谈和，北仓对他存有敌意。万一沈乔遇险，裴衍不敢想象，他无法再承受失去在乎的人。我错了。你会真心认错？我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只身犯险，下一次无论做什么我都跟你商量。裴衍沉沉的叹息，抬手将沈乔死死扣进怀里，拥抱的力度紧的像将他揉进胸膛。小乔，我答应你，无论何时我都将自身安危放在首位，绝不冒功勇进，绝不急功近利。你也答应我，不可以前脚保证后脚就忘。我保证。要不要我发个天崩地裂的誓啊？沈乔，你是我的命，若你出了什么事，我也活不下去，我会抛下孩子去寻你的。沈乔鼻子有些发酸，说不感动是假的。裴衍，你也是我的命啊，若你出了什么意外，我也活不下去，但是为了孩子和奶奶，即便活不下去我也会坚强，到时候找个好男人改嫁，孩子没爹可不行啊。前半句很感动，后半句很心痛，这个女人竟然想着改嫁。所以咱俩约定好，从今以后为了对方，无论如何都要好好活着，好吗？好啊。泸定州距离锦城不远，沈乔坐在低调的马车上，带着赵鱼儿悄无声息地走，一路畅通无阻，7日时间便赶到了锦城。王妃，你看，入目望去，满园的红梅开得盛意肆虐。突然，一团雪球砸了过来，赵鱼儿眼疾手快，一脚踢了回去。只听到嗷的一声，裴玄捂着鼻子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来。看到红梅下的女子，裴玄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错了，再次睁开眼时，发现那竟是梦中的娘亲。娘，
然后顾不得满地渗血朝他奔去。沈乔眼中闪过一丝惊喜和担忧，他快步迎上前去，紧紧地抱住了裴玄。乖儿子，想娘了没？想，天天想，夜夜想，娘终于回来了。娘也想小炫。王妃，你儿子都这么大了，莫非这就是小世子？瞅着7、8岁的模样，王妃今年20有3，莫非15岁怀孕，16岁生子？是啊，我还有一个女儿，龙凤胎哦。对了，小炫，你妹妹呢？妹妹在前面堆雪人，她还不知道娘回来了，我们给她一个惊喜，好不好？沈乔被裴玄拉着走了好久，才看到雪地里一抹殷红的身影，小小的身子正吃力地搬着大雪球，旁边有2位婢女垂手站着。娘，你先躲在梅花树下，我去逗逗妹妹。猜猜谁来了？哥，你的手好凉，快放开！裴珠不理他，朝雪人的眼睛戳了2个窟窿眼，从兜里掏出2颗枣子嵌上。问我2遍谁来了，不就是你来了吗？没什么好惊奇的，除非是爹娘回来了，我才开心呢。那要是娘真回来了呢？裴珠白了他一眼，哥哥的话真多，然后自顾自地堆雪人。小郡主，回去吧，万一受了风寒就不好了。我不回去，我还要堆雪人呢。雪人堆成了，娘就回来了。娘走的时候，天气刚刚升温，如今大雪纷飞，我们也住进了大宅子，身边仆人环绕，锦衣玉食，可娘却没回来。曾祖母说娘去打仗了，我又听爹说战争结束了，可为何娘还是没回来？裴珠嘟起了小嘴巴，大大的眼睛泛起点点荧光，忽然垂下眸子，一滴晶莹的泪珠没入雪中。裴玄见此情景，忽然没了捉弄他的心思。妹妹，你看那是谁？宝贝女儿，想娘了没啊？裴珠瞄了2眼之后，又继续堆雪人。青天白日的，我的眼睛一定是花了，娘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望乡园呢？2个侍女瞪大了眼睛，其中一个叫九儿的很快恢复镇定。你是谁啊？怎敢擅自闯入望乡园？怎么，没人告诉你我是谁吗？王府看大门的都知道她是谁，怎么这个婢女却揣着明白装糊涂？下作的东西，连自家王妃都不认识。九儿吓得顾不得脸颊的疼，匍匐在雪地里求饶。另一个丫鬟赶紧跪地，参见王妃。地上凉起来吧。哥哥，你掐一下我，疼不疼？是疼的，不是做梦。沈乔趁势将裴珠搂进怀里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。娘回来了，不开心？娘，我好开心，我是不敢相信你是真的回来了。裴珠拉着沈乔就走，不堆雪人了，我要回去换鞋袜。走到九儿跟前时，顿住脚步。九儿缩了缩身子，将头埋得更低。娘，别让九儿姐姐跪着了，不知者无罪，您就饶了她吧。九儿双手匍匐在地上，喊着王妃恕罪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看在郡主为你求情的份上，便饶你一次。下次记住身为奴婢的本分，这次是本王妃大度，不跟你计较。说下次不知深浅冲撞了客人，谁求情都没用。是。一行人渐行渐远，欣儿将九儿拉起，苦口婆心的劝：蜀南王早就将王妃的画像拿出来，你又不是不认识，就算认不出他和小郡主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何必不知好歹上前冲撞啊？是雪花迷了我的眼，一时没看清。不用特意安排，我就睡鲁南王的房间好了。崔嬷嬷有些为难的搓搓手，这恐怕不合规矩。夫妻俩睡一块不合规矩，谁告诉你的？王妃娘娘，如今今非昔比，汝南王身份贵重，又是皇室血脉，自然一切要按规矩来。放肆！你是什么身份？竟敢跟王妃讲规矩？不敢，但娘娘和王爷身份不同往日，自然不可按照乡村的规矩来。王府没个女主人是不行，一个个的都敢站本王妃头上撒野。那个看门的小哥不错，从今日起他便是王府的管家。去告诉他，这些为老不尊以下犯上的奴才全都发卖，办得好了，本王妃重重有赏。崔嬷嬷吓得磕头如捣蒜，老奴不敢，老奴不敢。沈乔将赵玉儿喊住，先回来，不发卖刁奴了。这位嬷嬷认错态度良好，除了规矩死板些也挑不出错。崔嬷嬷如蒙大赦，磕头致谢。王府里的规矩该怎么来便怎么来，但有一条，事先一定要问过本王妃的意见。是。起来吧，老太太呢？从进门到现在也没看到王氏。裴衍说她伤好了，也不知是否在安慰她。老夫人去霍家了，看来身体真好了，竟能串门了。满头银丝的王氏利落跳下马车，身边的2个丫鬟吓得差点岔气。老夫人，您慢点儿，您的伤口还未痊愈，不可有剧烈的动作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妮儿啊，想死奶奶了。
我也想奶奶。女儿，你瘦了。夜里，他陪王氏说了一晚上的话，才得知如今的锦城早已不复当日，他的铺子仍然赚得盆满钵满。让奶奶打仗杀人可以啊，管理这些丫鬟仆婢不行。从前我也没有接触过这些呀，从小到大舞刀弄枪，接触的要么是排兵布阵，要么是奋勇杀敌。我也知道如今身份今非昔比，可奶奶不爱学那些规矩，便趁机到霍家躲清闲。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，汝南王妃回来的消息，不胫而走。王妃，这是锦城贵女以及各位夫人的帖子，他们想来拜见王妃，不知您都想来拜见。这么多人递来拜帖，他若一个个接见，岂不是累死？若拒绝了某一个，恐怕引人不满。如今裴衍正是用人之际，后宅夫人的交际至关重要。望萧园的梅花开得挺好，不如举办一场赏梅宴，邀请锦城的贵妇贵女们参加。是。崔嬷嬷，你是世家大族培养出来的嬷嬷，关于礼节规矩方面，还需要你多多操心。虽然刚回府，崔嬷嬷便给他立规矩很不爽，但有些规矩不可废。是，王妃，事情交给老奴去吧，保证办得漂漂亮亮。赏梅宴很快来临，陆母在锦城的地位颇高，儿子本就是锦城太守，如今拥护汝南王世子有功，不少夫人朝陆母打招呼，纷纷夸赞身边的周婉漂亮。哎，周小姐眼瞅着18了，啥时候跟陆大人成婚呐？一切听姨母的安排。我们家盛行日理万机，根本无心儿女之事。婉儿从小在我身边长大，就是我的亲生女儿。这当哥哥的，你们也知道，从小到大的妹子忽然成了娘子，多少心里不自在。你们若有认识的青年才俊，不妨帮忙介绍介绍。此言一出，周婉的脸色煞白，她看了眼陆母，内心涌出一抹无法言语的恐慌，更没想到陆母会如此直白地提出这样的要求。姨母，婉儿的闺中密友在前方，我去找她说说话。去吧去吧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圈子，姨母不拘着你了。周婉并没有扎堆儿，而是找了处没人的地方，狠狠扯下一枝梅花，揉烂碾碎，用脚踩进泥里。她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沈乔好看。婉儿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周婉回头见穆青瓷和一位身着粉色衣裙的女人走来，周婉知道她是穆青瓷嫁的那人的表妹，叫什么李双双。青瓷，怎么将上不得台面的妾室带来了？就不怕汝南王妃怪罪？虽说是妾室，可她也是夫君的表妹，陪夫君吃了不少苦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感谢她一路照顾夫君。自然当亲妹妹疼着了，在我眼里，她不是妾室。李双双听到穆青瓷的话，狠狠咬了咬后槽牙，袖中的指甲差点折断。你怎么了？来参加宴会还不开心呢？两人是闺中密友，周婉挤出2滴眼泪，将刚才所遇所闻告诉了穆青瓷。陆夫人怎么这样啊？你为了救表哥伤了双腿，从此不良于行，他们不能因为你的腿好了就将你弃之如敝啊！我不怪表哥，都是我一厢情愿。说白了，还是沈乔那个贱人，肯定是他跟表哥说了什么，仗着表哥的势力做生意，整日狐媚风骚勾引表哥。平日里闲着无事，周婉会跟穆青瓷谈心，所以沈乔的事儿他多少了解一些。远处一道似火的红衣急匆匆走过，李双双双眼发亮，伸出食指，激动的大叫：沈大妮儿夫人，你看沈大妮儿在哪儿？一个低贱的商女，竟有资格参加汝南王妃的赏梅宴，本事不小啊！她就是沈乔，整日狐媚勾引我表哥，没想到又出现了。她就是沈乔，不是叫沈大妮吗？她以前叫大妮儿啊，真是土的掉渣的名字，真以为改了名字就能融入上流社会了。鸡身上插羽毛，知道自己是凤凰了，要不趁机教训教训她，省得不知身份冲撞了贵人。沈大妮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妾都能出现在这儿，我为何不能出现？李双双气得脸色铁青，求救的目光看向穆青瓷。沈乔的目光掠过，看到周婉时一愣：哟，周婉，这么巧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沈掌柜好久不见，婉儿可是日思夜想的紧呢，恨不得生吃你的肉，再剁成肉泥儿。你就是沈大妮？沈乔低笑出声，真是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，不难猜出一定是李双双告诉他的。你是？这可是穆将军的嫡小姐，新任清水县县令的嫡妻。还有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这不是你一介商人家农妇该来的场合。我不该来，你这个上不得台面的妾室就该来了。哼，这位叫沈大妮的，本夫人的妾室，容不得你来教训。你有些越俎代庖了。你家的妾室？李双双，本以为你能熬出头，没想到还是个妾室。
我都为你不值啊。还有宋青羽攀上穆将军，你便以为鸡犬升天，小小妾室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沈掌柜，今日可是汝南王妃设宴，邀请的全是锦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并非你这种人能来的。我们发现了便也算了，若是被汝南王妃知道，一介商人凭借表哥的关系混进王府，这你们怕是有大病吧？不知道他是……话未说完，被沈乔捂住了嘴。他似笑非笑地对上周婉。汝南王妃会不会怪罪我不知道，倒是你赶紧夹起尾巴做人，不然一些风言风语传出去，颜面尽失是小，嫁不成你表哥是大。你是不是在表哥的面前说了我什么？我早就警告过你，我不屑泄露你的破事儿，因为你不配。若再上赶着恶心我，你知道我的手段。你好大的口气！一介农妇靠着小生意有了几个臭钱，便妄想一步登天，哼，还不是不知廉耻，靠着龌龊下流的手段勾引男人。贱人，你敢打我？我有说错吗？勾引了我家青羽，又勾引陆大人，你简直不知廉耻！一连串的巴掌声，穆青瓷惨叫连连。沈乔揉了揉疼得发麻的手掌，冷嗤一声：在我的地盘辱骂我，胆子肥了。打完看也不看他们一眼，大步潇洒地离去。玉兰，我家大孙女儿不巧受了风寒，没能参加今日的赏梅宴。说起来，她比王妃小上几岁，今年刚好18，也到了嫁人的年纪，可把老身愁坏了。等嫣儿病好了，让她来王府找我玩。娘，女儿要被一个泼妇打死了，你要求汝南王妃为我做主啊！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泼妇敢打本夫人的女儿？穆青瓷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李双双垂手立在一旁，大气也不敢喘一下。满座贵妇，就连丫鬟也比她身份贵重，她可不敢吱声。再说了，穆青瓷被打，她比谁都开心，头一次看沈乔那么顺眼。方才在赏梅时，忽然冲过来一红衣女子，冲撞了青瓷妹妹。本不打算跟她计较，谁曾想那女子泼辣孤傲得很，先是辱骂宋大人的妾室上不得台面，青瓷妹妹维护自家妾室，却遭了那红衣女子的毒打。她打完人就跑了，可是青瓷妹妹……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带了行为粗鄙的农妇加商户进来，乖乖站出来认错，本夫人或许饶他一命，否则便是跟整个穆家对上。他贱人，我杀了你，杀了你！不可！穆夫人及时拉住了他。我要打死他，我要杀了他！哼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这位穆小姐口口声声叫本王妃贱人，还让穆将军杀了本王妃。本王妃有什么罪啊？非得杀之泄恨。这女人竟是汝南王妃，周婉怎么没告诉我呀？什么？你是汝南王妃？婉儿不得对王妃无礼。沈乔竟是汝南王妃，这个贱人！本以为她攀附上了表哥才跻身上流社会，没想到汝南王妃位高权重，不是我们小小臣女敢得罪的。王妃娘娘，请您饶恕我等冒失之罪。青瓷妹妹的夫君已被打发到偏远的县城，您心中的恨也该消了吧？不要再发泄在青瓷妹妹和妾室身上了，他们知错，婉儿也知错。此话一出，满座哗然。王氏气得发怒：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咋又扯到穆家女婿身上了？听说他们是同乡，难不成两人有一段？周婉低眉唇眼，嘴角露出一抹恶毒的笑。身为汝南王妃，身份贵重又如何？还不是一个喜欢勾引男子、行为浪荡的女人。周小姐，你口口声声说不敢得罪本王妃，却字字句句透着得罪。本王妃不明白，为何你事事要将穆青瓷的夫君扯上？他夫君是谁呀？怎么看你跟他很熟的样子？王妃莫要胡说，婉儿怎会跟青瓷的夫君熟？你跟他的夫君不熟，怎么就认为本王妃对他夫君有恨？本王妃和鲁南王伉俪情深，儿女双全，而穆青瓷和他的夫君感情深厚，相濡以沫。你口口声声往恨啊爱啊上面扯，800年前的事情还要被你扯出来诬陷，你安的是什么心？婉儿没有，王妃恕罪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又是这副可怜巴巴求饶的模样，仿佛沈乔仗势欺人似的。沈乔不顾众人的目光，对穆夫人道：穆青瓷乃是穆家嫡女，在锦城的名声大家有目共睹，怎么今日偏偏有违伦理，如同泼妇般的大吼大叫？即便她遇到了不认识的女子，两人怎会起了冲突？本王妃想，
是否有人嫉妒穆小姐觅得良婿，故意出言挑拨？穆夫人一怔，是了，他家青瓷一向端庄有礼，怎么会无端冲进大殿，指着王妃一口一个贱人辱骂？定是有贱人挑拨，拉着穆青瓷致歉。和穆将军的人品，本王妃还是信得过的。穆小姐心性耿直，心思单纯，也是受了奸人的挑拨。夫人可要好好查查她的身边人，自家女儿不上心，等吃了亏可就晚了。将本王妃特制的玉匣膏拿来，送给宋夫人。本王妃不该冲动之下打你巴掌，望你收下玉匣膏，莫要见怪。都是臣妇猪油蒙心，不识王妃庐山真面目，冲撞了你，是臣妇的错，请王妃恕罪。不知者无罪，快快请起。今日是赏梅宴，没必要因一段小插曲误了心情。今日好酒好菜，赏花玩乐，自然要尽兴才是。周婉回到府中，恨不得砸碎屋内所有的东西，还是丫鬟劝住了她。小姐，不可砸东西啊，这些都是陆夫人给的，万一没了，小姐就没了就没了，她还能将我怎么样？她努力讨好，尽心尽力地侍奉姨母，不让她嫁给表哥就算了。她在汝南王府受了委屈，竟二话不说就送回家，如此迫不及待的攀高枝吗？就这么瞧不上她吗？小姐，您待陆夫人再亲，也比不过自己的亲生儿子。陆大人乃汝南王身边第一人，说不定啊，日后官至首辅，自然要娶高门大户的女人。小姐，若现在抓不到机会，日后恐怕难了。你是说，小姐，唯有生米煮成熟饭，才能堂堂正正的留在陆家，陆大人才能属于你啊。去打听下表哥什么时候回来。陆慎行最近忙得不可开交，每日的应酬喝得晕头转向，黑衣不满的驾驶马车。汝南王倒是会当甩手掌柜啊，啥事都甩给你，最后捡现成的。休要胡言！陆慎行难得发了怒，一脚将黑衣踹了下去。驾车的人被踹倒，马儿无头乱窜，砰的一声，与一辆特别质朴的马车相撞。马车内传来女子的惊呼声，霍嫣儿的头在惯例的冲击下磕在车厢上，顿时红肿一片。哪个走路不长眼的，不知道文明驾驶车辆吗？菲儿，不得无礼。自从落下克夫的名声，他走哪儿都被嘲笑，所以他很少出门，撞了便被撞了，还是莫要招惹是非的好。别气了，待会儿啊，去零零嘴，给你买点好吃的。这位姑娘，在下瞧你额头伤得不轻，正好前方有家医馆，不如看下伤势。若是落下疤痕，可就不好了。不爱落疤便落疤吧，我不在乎。看着远去的马车，陆慎行愣在原地。他从未见过不爱惜容貌的女子，一不谄媚，二不套近乎，三他就这么走了。陆慎行摸了摸脸颊，她长得也不赖吧，锦城的大姑娘小媳妇儿，哪个见了她还能走得动路？这女子竟然没看他第二眼。属下知罪，望大人惩罚。被踹下去的那一刻，他也算明白了，自家大人忠心耿耿，容不得他诋毁汝南王半句。本官自问相貌不俗，为何那女子瞥了两眼之后，便催促马车离开，连多说一个字也不肯？大人，您有些过于自恋了。口不择言，本官踹你一脚都是轻的，回去自行另罚。是。陆嫣儿惊慌失措地拍了拍胸脯，撩开帘子的一角偷瞄两眼，发现那人双手叉腰，站在原地训斥自家的马夫。堂堂陆大人也会那么幼稚，竟然当街训斥自家仆人。小姐，那陆大人不像传言般描述的浑身冰冷，语气不善，奴婢瞧他倒挺温和的，人也儒雅，也不知陆大人可否婚配，奴婢瞧着他与小姐挺般配的。不许胡说！霍嫣儿娇嗔一句，慌忙低下头，嘴角不自觉扯出一抹赧然的笑。看来传言不能全信，他不像外人说的那般冷。锦城关于陆慎行和他表妹的传言，霍嫣儿略知一二，嘴角的笑逐渐收敛，变得冷漠。菲儿，以后这种话莫要胡说，听明白了吗？奴婢明白了。陆慎行没有回陆府，直接让人传话，今日公务繁忙，宿在太守府。周婉得知这个消息，一口银牙差点咬碎，表哥在躲他。虽说周婉在汝南王府行事出格，但陆母还是心疼自家外甥女儿，回来后急忙赶到周婉的房间安慰。婉儿，咱不说别的，就算她不是位高权重的王妃，但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呐，你怎可姨母，都是婉儿猪油蒙心，是那穆青瓷，他找婉儿诉苦，婉儿见不得手帕支教委屈，这才抱了不平。婉儿知错，以后都不会了。婉儿，姨母知道你的心思，正是因为心疼你，将你当成自家女儿，才不想让你一生委屈。若嫁给不爱自己的人，于女子而言，犹如打入无尽地狱呀。
正因自己感同身受，才不想让外甥女步自己后尘，当陆家的女儿不好吗？姨母说的是，说什么当成自家女儿？若真拿我当女儿，怎会不知道我想要什么？口口声声劝我妥协，为何不劝陆慎行妥协？自古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若真发狠让表哥娶我，大孝子陆慎行怎么可能违抗母命？说到底还不是看不上我的出身，想为自家儿子另寻高枝罢了。翌日，黑衣将所查到的信息呈给陆慎行。霍家嫡女霍嫣啊！摩挲着手中的白底蓝色药瓶，陆慎行随手扔给陆毅。你亲自送到霍府，就说白日多有得罪，望霍小姐收下药膏。得令，大人你就放心吧，属下绝对将此事办得漂漂亮亮的。黑衣喊上一群人，全是街上巡逻的带刀侍卫，高举一盒玉匣膏，浩浩荡荡赶往霍府。此时的陆慎行还不知道黑衣背着他干了这事儿。霍老夫人刚下马车，便看到一队人马朝他家走来。老人家惊了一跳，白日里和陆母不对付，明刀暗枪来往不少。宴会刚结束，陆慎行就为母报仇来了。还有他那个表妹，是佛口蛇心，表里不一。霍老夫人看着就心烦。有人闹事，全府戒备。老夫人，我们不是闹事的，我们是来道歉的。娘哎，玩大发了。难不成陆慎行他娘对我冷嘲热讽的事传了出去？他觉得他娘做的不妥，特意让手下来致歉的。陆慎行会这么办事的吗？不至于吧。我家大人不小心冲撞了霍府的马车，导致霍大小姐额头受伤，为表歉意，特送上无瑕膏。此膏去疤无痕，价值千金，一膏难求啊！喂，你们说陆大人是什么意思呀？大张旗鼓的让自家侍卫送药膏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。哎，你们说陆大人是不是对霍大小姐感兴趣啊？歉意我们收下，无瑕膏拿回去吧，这东西霍府多的是。浩浩荡荡一群人来送礼，岂不是向众人展示霍家嫡女与陆大人早就相识？霍老夫人直接让人关门，站在门外的黑衣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在霍府等了一个时辰，只好灰溜溜的向陆慎行复命，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陆慎行，包括他大张旗鼓送药膏的事儿。说完还等着陆慎行夸他，自行令罚100鞭，若再敢擅自揣测本宫之意行事，自刎谢罪。翌日，陆大人心悦霍府大小姐的事传得沸沸扬扬。大人，老夫人让你回去一趟。怎么回事？表小姐自尽了。婉儿啊，你这是干嘛？好端端的，为何自尽呢？姨母，婉儿感谢您的养育之恩，如今锦城盛传，表哥要娶霍嫣儿，他明明知道霍陆两家不对付，娶她也不娶我。婉儿苦等表哥多年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如今却沦为上京城的笑柄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婉儿，正因为姨母将你当成亲生女儿，才不忍心将你往火坑里推呀。你表哥对你只有兄妹之情，强扭的瓜不甜，若强行嫁给他，只会促成一对怨偶，于你于他都不幸福。听姨母一句劝，你放下剪刀好不好啊？不要过来。好，姨母不过来。婉儿，你将剪刀放下，姨母什么都答应你，好不好啊？是的。哼，不是不想活了吗？为什么还不死？哎呀，你干什么要刺激他？死了一个时辰还未死成，若真的不想活，谁也拦不住。在这演给谁看呢？表哥如此冤枉婉儿，婉儿便以死证明给你看。啪嗒一声，周婉手腕一麻，手中的卷刀应声落地，他如脱离般瘫软在地上。你干什么？你的表妹不过生死将你救下，双腿不良于行多年，你怎么能这般对她？你的腿当真是为了救我才不良于行多年？表哥，是不是汝那王妃对你说了什么？你明知道我们两人有恩怨，她什么都没说。小红临死之前什么都招了。慎行，小红说什么了？你提那个贱婢干什么？周婉，事到如今你还不招吗？表哥，你别听小红瞎说，她恨我没能及时救下她，才满口胡言污蔑我。我是真的受伤了，表哥。裴儿，将她带下去关起来。慎行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就算她做错了事，她也是你的表妹，你怎么能让外男抓她呀？传出去，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周婉煞白着脸摇摇欲坠，泪珠子扑簌簌地往下落，仿佛全身的力气用光。在陆慎行的目光移过来时，两眼一翻，晕倒在地上。不能承认，绝对不能承认！如今有姨母护着我，只要我不承认，表哥就不能拿我怎么样。婉儿，
周婉是妹妹唯一的女儿，万一死在陆府，我怎么向周府的人交代呀？一阵兵荒马乱后，大夫说周婉失血过多，万不可再受刺激，1个时辰后自会醒来。陆慎行听到这话冷嗤一声，当即下令让黑儿扣住大夫。慎行，为何将大夫扣下？你表妹自尽，好不容易救下，你为何非要将她逼死呀？若她真的死了，娘怎么跟你死去的姨母交代？怎么跟周府交代？既然无法交代，那便送回周府。周家的女儿也不好一直住在陆府上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大人面前如实交代，否则……是贵府的表小姐，她给了小人100两，让小人谎报她的双腿残疾。其实她身体健康，并未不良于行啊！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府中那么多大夫，难道个个诊错了？同行互助，我们都收了银两，那些不肯的，全部被陷害死了。贵府表小姐手段狠辣，我等恐惧，索性串通一气，替她撒下弥天大谎。蜀南王妃也来了，他们不会也同这些大夫一般，隐瞒了婉儿装病的真相。周婉害死了这么多大夫，儿子留他一条命，已经对不起百姓。但是为了母亲，儿子不得不替他眼下罪行。今夜，儿子便派人将周婉送回周府，若是不走，便只有死路一条。想必锦城的流言，娘已经知晓，明日便替儿子去霍府提亲吧。什么？霍家？就那个名声有污、克死未婚夫的霍嫣儿。哎呀，他命硬克夫，霍家老太太跟娘不对付。沈行，你糊涂呀！娘，你怎么也同外人一般世俗眼光？明明是钱夫人克夫又克子，将脏水泼在了霍嫣头上，她甚至连未婚夫的面也没见过，白白受了这么多年委屈。儿子的决定不会轻易改变，望娘早下决断，今夜送走周婉。儿子不是同母亲商量，而是通知。世子，快准备，陆大人来了。陆慎行进来时看到的便是一副静谧的景象。裴玄坐在窗前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专注地看着。书童和丫鬟安静地垂手站立，他们仿佛没有看到陆慎行进来，仍旧专心地看书，好似外界的一切无法打扰他们。直到陆慎行轻咳一声，裴玄才抬眸，仿佛才发现般惊讶。陆大人，您来了。哎呦，我这一时看得入迷，不知不觉被书中的知识所吸引，竟没发现陆大人进来。学生裴玄特地向陆大人请罪。你书拿反了。裴玄一噎，果然发现书拿反了，蓦地脸色通红，恨不得找个老鼠洞钻进去。我来考考你的学问，算术如何？可算术我在行啊，娘前些日子刚教了我，有什么99乘法口诀，还有方程式列算，稀奇又实用。这小子怎么这么高兴？莫非以为我会出些简单的题目？鸡兔同笼，上有35头，下有94足。问鸡兔各几何？这太简单了吧！兔子12只，鸡23只，是不是算对了？难道小世子是天纵奇才，对算术方面颇为精通？不然如何解释他算得这么快？可明明前些日子裴玄的脑袋瓜子跟榆木疙瘩似的，还没有裴珠开窍。这是你自创的算法？我娘教的。他本意借着惩戒裴玄一番，让小家伙跑到沈乔那告状，这样就能早些见到沈乔。没想到把自己惊艳了一把。陆慎行越发觉得这个忙必须让沈乔帮。然而裴玄的算术能力可不差，他又找不到打手板心的理由。小家伙如何向他娘告状？灵光一现，真是不错，小学，你不仅用2根交叉的筷子巧妙地比喻成鸡，还给他们取了个如此独特的名字——艾克斯。这不过是小菜一碟，不足挂齿。那个 X 并不是交叉的筷子，而是 X 哟。再说了，全是我娘教的，功劳全是娘的。为师有些不解，能否将你娘喊来探讨一二？老师有不懂的可以问小炫啊，没有必要找娘。将艾克斯假设为舟，而你就是舟，名为水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众人引以戒也。你身为汝南王世子，不为其父分忧，每日同丫鬟书童玩物丧志，答对一题便骄傲自满，长此以往，你这艘小舟早晚翻覆。又来了，陆大人又开始训诫他了。为师讲了什么？你再叙述一遍。裴玄欲哭无泪，不是向他请教问题吗？怎么扯着话题跑偏了？为师讲这么多，你是一句都没记住。整日得意洋洋艾克斯，艾克斯能复明吗？裴珠屏住呼吸，蹑手蹑脚准备偷溜。裴玄下意识地瞄了一眼，被陆慎行捕捉到。你有没有听为师讲话？三心二意，不敬老师，这么多知识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还有你，
你娘为国为民操碎了心，你爹奔赴战场以命相搏，你们两个呢，真是玩物丧志，不思进取。裴玄心里好受不少，妹妹终于挨训了，她再也不是一个人了。你将王妃喊来，就说她的孩子太过顽劣，本大人气炸了。主条一溜烟跑了，气喘吁吁来到沈乔面前。王妃，陆大人发了好大的火，人差点炸了，你快过去看看。为何发火？难不成等急了？沈乔气冲冲赶来，陆慎行眉眼一亮，很快脸下神色，气呼呼地将戒尺打在自己的手掌心。教不严，师之惰，全是我这个当老师的错。再苦不能罚学生，我只能惩罚自己，是本大人没有将世子教好，该打。陆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陆慎行还在喋喋不休地怪自己没教好，懊悔地捂头叹息。沈乔瞪了两个小家伙一眼，瞧瞧你俩，将大人气成什么样了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向大人道歉？裴玄欲哭无泪，平日里落在自己手心的戒尺，有朝一日竟打在陆大人手上，他这戏演得有点太过了，偏偏娘信了，他只好垂着头致歉。沈乔摆了摆手，行了，你俩下去写作业去。裴玄裴珠如临大赦，溜得飞快。陆大人，今日跑到府上演这一出是为何？听说王妃和霍府大小姐以姐妹相称，相处甚好。臣有一事想要请王妃。千年冰山动情啊！既然陆慎行相求，沈乔不能不帮。将图纸递给他后，沈乔道：“你让手下帮忙制作出来，我去霍府为你做媒。放心，有本王妃出马，一个抵儿俩。”臣多谢王妃。霍府，霍四爷急得团团转，时不时在霍烟跟前顿住脚步。哎呀，你听爹一句劝，陆大人不错的，人品贵重，历练有成，模样俊俏，家世显赫，与你最相配不过了。霍烟儿抿了抿唇，满身颓色。这几日选来选去，头都要秃了。正巧屋子摆满了锦城世家子弟的画像，沈乔掀开看了看，个个长得不赖，玉树临风，风度翩翩。可惜他成亲了，掀了几张唯独不见陆慎行的。沈乔疑惑，陆家好像是来提亲了，他们没送画像吗？人家陆夫人自诩锦城第一夫人，认为我们霍家要上赶着攀附他们，自是不屑送来画像了。怪不得陆慎行急，原来他有个不靠谱的娘。嫣儿妹妹，想好选谁了吗？按照祖母和娘的意思，李家公子不错，李母贤良温和，家里又没有乱七八糟的妾室，是不错的人选。哎呀呀呀，什么李公子不错，那人啥都听他娘的，两人就是个笑面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依我看呢，就陆家就不错，陆夫人啥心思都摆在脸上，这种人好拿捏，比那种包藏祸心的笑面虎强啊。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娘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我是他爹，你总不能越过他爹做主，当祖母的给个意见参考就行了，您别老插手。谁插手了？我让嫣儿自己做主，是你一直插手嫣儿的婚事，非让她选陆家。陆家有什么好啊？养着个上不得台面的表妹，陆母被那个女子哄得团团转，嫣儿若是嫁过去，可有苦头吃喽。那李家就好了，你想想李家为何没妾室，还不是李夫人手段狠辣，将家里的男人拿捏得死死的，嫣儿嫁过去受了委屈都不敢说。双方吵得不可开交，霍嫣儿脑袋快炸了。沈乔突然插了句：“本王妃觉得霍四爷言之有理。”我就说嘛，嫣儿嫁给陆大人，保准幸福。本王妃，我不是向着陆慎行啊，实在是他跑到王府，跪在地上求我为他做媒，为表诚心，将自己的手心都打肿了。我一时感动，就为他说了两句好话啊。最终拿主意的还是咱们嫣儿，咱们不能左右他的思想。当真是他亲自求你做媒，那样清冷金贵的男人也会做这种事吗？不止如此哦，就前几日钱夫人闹上门，那些扭转乾坤的八卦大神也是他找来的。你认为你是有福之女，本不应该受此委屈，但又怕贸然求娶唐突了你，才让他娘上门提亲。谁知道霍家的门槛都快要被媒婆给踏烂了，无奈之下只好请我当说客。我若再嫁，绝不嫁妻妾成群之家，尤其是表哥表妹之流。是了，陆府的那个表妹一看就不是善茬，若是嫣儿嫁过去，她3天2头的挑拨，岂有安生日子过呀？那什么，表妹早就送回自己家了。听说她寻死觅活，又陷害府中丫鬟，就连双腿不良于行那都是装的，就想携恩相报，逼着陆家娶她。这不，自从街上对嫣儿一见钟情后，当机立断将那女子送回
回了周家。他对我一见钟情。嫣儿啊，这样的绝世好男人打着灯笼难找啊，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听爹的。哎呀，羞死人了。这个新年过的喜事一桩接着一桩，距离新年还有5天时，裴衍班师回城。裴衍归来，最高兴的莫过于九儿，他殷勤的上前伺候。谁知裴衍的眼里只有沈乔，就连裴宣、裴珠都得靠边站。眼瞅着爹娘进了屋，裴珠叹了口气：哎，哥，瞧见没？爹的眼里只有娘，娘的眼里只有爹，他俩才是真爱，咱俩呀纯属意外。小猪，咱先回吧，过会儿再向爹娘请安。不行，我要在这候着。九儿姐姐说了，做儿女的要时常在爹娘跟前伺候，方能显孝心。你要回你回，反正啊我不回。裴玄看了九儿一眼，将裴珠拉到一旁，压低嗓门：你不想让爹娘生弟弟玩了？你不想进肉团子了？裴珠眼睛斜了斜：啊，这跟我见爹娘有什么冲突吗？曾祖母说了，爹和娘待在屋子里的时间越长，生弟弟的可能性越大，所以咱不能打扰，你晓得不？回去。娘子。3000风和景，不及你浅笑盈盈，缘分命中注定，成全眉梢有情，而我愿舍弃余生的流年下定，红线轻轻寂静，真心我心相印。用膳的大厅，裴玄、裴珠揉了揉饿扁的肚子，又看看外面的天色，同时叹气：曾祖母，猪猪好饿啊，我去喊爹娘吃饭。天都黑了，你爹娘还没来呀？这俩人怎么如此不知节制啊？虽说小别胜新婚，但也不至于让一家老小都等着他们吃饭了。哎，吃饭，不等他俩了。要不老奴去催催？行吧，就在门外喊两嗓子，管他们硬不硬的，反正通知了就行了。九儿眸光闪闪，从裴珠身后站出来，屈膝行礼：老太太，奴婢腿小快，要不奴婢去喊？行吧，快去快回啊！九儿欣喜不已，来不及扶身，一溜烟跑得飞快。他要在汝南王跟前留下好印象，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。哎呀，天都黑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看你生龙活虎的模样，为夫还需努力啊。都怪你，都这个时辰了还在床上躺着，若不是你勾引我，我才不会让你得逞呢。现在是晚膳时间，奶奶和小家伙们都等急了，届时府内传出风言风语，我跟你急眼。王爷、王妃、老太太让九儿过来服侍。屋内没有动静，九儿又敲了敲，特意提高了嗓门：王爷、王妃，需要水吗？端一盆来。沈乔朝门外吩咐一声，赶紧催促裴衍穿衣。你来为我穿。奶奶喊人来催了，还不起来？崔嬷嬷说了，虽然咱俩身份贵重，但是要尊老爱幼，不能让他们等久的。快起来啊！那你还不帮我穿？穿就穿，动作麻利的站起来。裴衍张开双臂，任由沈乔伺候，时不时吧唧一口。腰带还没系上，门外又响起九儿的声音：王妃，水来了，奴婢直接进来吗？门从里打开，带来一丝阴冷。九儿脸颊红红，低头恭敬地将水端进来。王妃，水已备好，奴婢服侍王爷梳洗吧。九儿说着，将打湿的面巾递给裴衍。裴衍瞄了一眼，接过面巾，见他并没拒绝，九儿上前一步，嗓音娇滴滴的：王爷，奴婢帮您系腰带吧。裴衍没吭声，九儿大着胆子偷瞄两眼，被那张人神共愤的俊脸迷得心跳加速，然后手中一滑，整个人便扑倒在他的怀里。沈乔好整以暇地看着这一幕，并未阻止。奴婢该死！说着巧然抬眸，却对上一双冷厉深沉却暗含嘲讽的双眸，吓得慌忙跪在了地上。该死倒不至于，去崔嬷嬷那领罚吧，30大板。王爷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50大板。王爷，九儿并非有意，她是真心想服侍您的，看在她一片真心的份上，您就饶了她吧。奴婢谢王妃求情，奴婢笨手笨脚，50大板也是王爷仁慈。说完咬咬牙哽咽着跑出去了。你也真是的，人家都扑到你怀里了，你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吧。别的女人往我怀里扑，你就不酸吗？这个女人简直要气死我了，自家男人被占便宜了，她还一副看好戏的模样。你快点的，别让奶奶和小家伙们等急了。他怎么不酸？酸得快倒牙了。趁着机会赶紧将九儿处理了，省得夜长梦多。果然不出沈乔所料，
九儿正跪在地上求情，娘，爹干嘛要赏九儿50大板呢？就是你俩让老家伙和小家伙苦等到现在，肚子都快饿扁了。九儿却喊你们，怎么就以冲撞为由赏了50大板呢？我早就说过了呀，你们该吃吃该喝喝，干嘛非要等我们呀？咱们王府没那么多规矩的。母妃，儿子不知九儿犯了什么错，让父王如此动怒，50大板下去，九儿也有命在。九儿，你可知罪？奴婢有罪，奴婢一时脚步不稳，冲撞了王爷，王爷饶奴婢不死，已是格外开恩，请王妃恕罪。裴玄蹙了蹙眉，九儿冲撞了爹，他刚才不是这么说的。九儿借故崴脚，故意往鲁南王身上扑，这要是被人看到了，少不得要提拔为王爷侍妾。奴婢没有，请王妃恕罪啊！九儿身为郡主的婢女，竟使些下三滥的手段做狐媚之事。就算鲁南王要纳妾，也不能纳女儿身边的婢女，传出去像什么话呀？来人呐，将这个贱婢拉出去，重打50大板，赶出汝南王府。郡主救救奴婢吧，救救奴婢吧！奴婢要是没了，谁给您梳发髻呀？母妃，九儿做事一向谨慎，她不是故意冲撞父王的，您帮忙求求情吧。沈乔心梗得厉害，闺女也开始称她母妃了。虽然听着新鲜，但莫名有种疏离感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拉下去行刑！外面冲出几个粗壮婆子，堵住九儿的嘴，拉了出去。裴珠还在撅着小嘴儿，双手抱臂，将脸扭向一旁，看也不看裴衍一眼。生气了？看都不愿看爹爹一眼。孙女婿啊，这里也没外人，老婆子就直说了啊，你刚回来就打杀闺女的贴身婢女，小猪能理你才怪。九儿非理我，想当裴珠的娘，赏她50大板都是轻的。小珠，若你想让九儿当你的小娘，爹爹马上让人驻守。裴珠已经7岁，虽然不懂非礼是什么意思，但九儿想当她的小娘，这绝对不允许的。不要，小猪只有一个娘，谁都不能取代娘的地位，谁都不行。这才对嘛！爹爹答应你，这辈子只有你娘一个。若别的女人抢走了爹，那爹就不能和你娘生弟弟了。同样的，你可要将你娘看好了，也不能让别人当你爹。疼！在孩子面前胡乱说什么呢？什么叫小猪看好我？什么叫不能让别人当你爹？我连雄性动物的面都隔绝了，裴衍这是做什么呀？孩子才7岁，他讲这些干什么？孩子也老大不小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再说这里又没外人，咱们一家人当然要乐乐呵呵的。孙女婿说的对，哎呀，老婆子差点就误会你了。爹，小猪觉得您说的对，但是50大板下去，九儿会不会没命了？小猪，有时候善良是好事，但过于善良不仅纵容了那些没有良知的人，还害了自己。我们的善良是很宝贵的，不可以随意浪费。好吧，放心，崔嬷嬷有分寸，不会真的伤到她的。临走前，看在伺候小郡主一场的份上，娘会找个大夫给她医治。2月春风如沐，裴衍风尘仆仆赶来，胜过所有的温柔。两人的生辰也到了，2月初8，令人期待。他带着裴衍去了地牢。南越帝在这儿了，要杀要剐，全凭你的心意。毕竟南越帝杀了他夫君全家，他也让人将南越帝折磨得没个人形，不停地挠他脚心。杀了我，求求你杀了我！为什么不将他杀死，非要让他笑啊？夫君，有些人直接死了反而成了幸事，他害得夫君家破人亡，我还要慢慢折磨，替夫君出气呢。挠脚板心只是开胃小菜，后面还有辣椒水浸泡、老虎凳、电击。18般刑法样样尽有，保准南越帝享受完毕。他的母妃姐姐汝南王府100多口人全部死在南越帝的算计之下，让他笑死确实便宜了他。后面的事交给为父即可，娘子好生歇着吧。南越帝想轻易的死去，哪有那么便宜？明日是咱俩的生辰，崔嬷嬷去操办了，可我只想跟你待在一块儿，不想拉着架子端坐一旁。那就取消。帖子都发出去了，说取消倒显得咱们放鸽子，不就明日一天吗？你熬得住，我也熬得住。两人回去后，裴衍便不见了踪影，沈乔也没多问。宋清宇被允了假，刚回家住了2日，被妻妾吵吵的脑浆子疼。宋清宇大步离去，李双双没了靠山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朝穆青瓷跪地磕头。夫人饶命啊！大人不与夫人亲近，夫人何必拿我撒气？谁会跟你这个卑贱之人一般见识啊？还不是你不知深浅往跟前凑，将他气走了。夫人，明日是王妃生辰，大人心情不好，情有可原，是他的心里想着别人，怎能愿妾身往前凑呢？
滚你丫的！少挑拨离间，他心里只有我一人，你休要满嘴胡言，毁了将军府。这个小妾太恶心，她嫁给宋青雨之前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小妾的表妹在，卖又卖不掉，杀又杀不得，堵得她心里难受。李双双愤怒地瞪着她远去的背影，目光怨毒。沈乔乘坐马车去接裴炎，刚走到半路就被一阵喧哗阻挡。怎么回事啊？王妃，有人当街拦下车驾。沈大逆，你以为你当上了王妃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你对我家青羽爱而不得，如今高高在上，便只是穆将军的女儿，动辄对我打骂。你已经高高在上了，就不能放过我们？这人还真是不怕死。如今两人的身份云泥之别，他竟敢当街拦车，到底是受人指使毁他名声，还是……你是何人？竟敢拦截本王妃的座驾？李双双瞪大了双眸，她竟然装作不认识自己，如此看不起人。我是谁？沈大逆，别以为当了王妃就能狗眼看人低，我是你曾经的死对头，你的情敌。临死之前，他一定要将沈乔拉下水，再嫁祸到穆青瓷身上。800年的陈谷子烂事，你非要当着众人的面挑出来，在本王妃生辰之际污蔑于我，到底是何居心？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李双双不由得大喜，刚才他还没反应过来沈乔演的哪一出，结果按照他的计划来了。是我家夫人，她指使我污蔑你的，表哥不理他，他将气撒在我身上，还让我毁了你的名声，如若不然便打杀了我。原来是这样呀，你不怕本王妃治你死罪，偏偏怕你家夫人打杀，这话说出去谁信呢？李双双咬紧牙关，深吸一口气，刚想反驳两句，谁知沈乔扬起一抹笑，十分大方地挥手，看在咱们同乡的份上，本王妃大度饶你一命，快回去吧。王妃就是大度，被这么陷害了，竟然心善地饶了他。就是，依我看呐，这种人污蔑王妃，还将脏水泼到主母身上，明摆着离间王府和穆将军府呢。沈乔很满意地勾了勾唇，忽然一个冰凉的物件轻触李双双的手背，她浑身僵住。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，不要太感谢我哟。我好幸福，你为何？李双双的手中毫无预兆的出现一抹匕首，毫无遮拦的暴露在众人面前。来人，抓刺客！快来人呐！他竟然心刺本王妃，今日拦截离间，怕是受了敌国指使。他是敌国奸细，抓住他！我没有，我不是，匕首不是我的，是夫人，是他指使我行刺王妃的。不知是谁扇了李双双一巴掌，其余人蜂拥而上，脚踹、扇耳光、扯衣裳。行了，大家住手吧。本王妃反应灵敏，未曾被他伤到。黑二，将他押送到宋大人府上，带领侍卫彻查清宋宇。若他无辜，本王妃不会牵连他人。说他和李双双是一丘之貉，两人依法处置。赵玉儿还在撩开帘子往后看，沈乔叹了口气：好了，别看了，平白污了自己的眼。奴婢没看他，奴婢在看黑二。沈乔无语，他疑惑地望着赵玉儿，这俩人什么关系？那么好了，他提起黑二竟然不是跳脚的表情，难不成少女春心萌动，喜欢上黑二了？奴婢观察黑二处理事情，不仅没有破绽，还井井有条，想抓住他的小辫子都无从下手，真是气人。这丫的不是春心萌动，竟然是逮着机会抓人家小辫子，我的想法草率了。